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目。今天是一期主题为 OpenAI 和科技巨头们的特别节目。美国股市最近最大的重磅炸弹，除了美国政府啥时候开门之外，恐怕就是围绕着 AI 人工智能的风口企业 OpenAI 的那些债务新闻了。设想一下，如果 OpenAI 真的爆雷，那么和它紧密合作的科技巨头们，包括英伟达、微软、甲骨文、AMD 等等。他们的股价将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更关键的是，现在这些 AI 相关的巨头股票是否被严重高估，还是被市场低估了？哪些公司值得我们现在逢低买入？哪些公司暗藏大跌的风险，是我们需要紧急避开的陷阱？本期节目，查理将为您深入剖析 OpenAI 和科技巨头们的基本面，并提供最清晰的投资路线图。好，就让我们开始吧。事情的起因发生在11月6日，OpenAI 的首席财务官 Sarah Freer 在《华尔街日报》举办的 Tech Life 活动中讨论了 OpenAI 在芯片和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上的巨大投资。他提到，公司正在寻求一个由银行、私募基金，甚至包括政府的生态系统来协助公司融资。他暗示说，美国联邦政府可以通过保障贷款的形式提供支持。以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并且能够借到更多的钱。对此，查理表示，就算是真的，你也不可以到处去说啊。我们都知道，OpenAI 在过去一年已经和一众美国的顶级科技巨头，包括甲骨文、英伟达、AMD 签署了总价值高达1.4万亿美元的算力采购协议。这意味着 OpenAI 公司必须在接下来5年内持续高强度的融资，以保证它的资金链不断裂。这也给他的 CFO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导致他在采访中口不择言，把 OpenAI 的债务风险给爆了出来，后果就很严重。那在事情发生的第二天，11月7日，川普政府的 AI 特别顾问 David Sachs 就公开回应了 OpenAI CFO 的言论。他说，绝对不会有针对 AI 的联邦救助。美国至少有5家主要的尖端 AI 大模型公司，如果一家失败，那么其他公司会取代它的位置。这一表态明确排除了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资金为 OpenAI 或者其他 AI 公司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的巨额债务提供担保或者进行财务纾困的可能性，强调了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公平原则。OpenAI 的管理层也知道这件事搞砸了，开始了紧急公关行动，以控制不利影响的蔓延，避免投资者的信心被削弱。他的创始人兼 CEO Sam Altman 就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表示他们没有也不会寻求政府对于 OpenAI 数据中心的担保。Altman 指出，如果我们搞砸了而无法修复，我们应该失败，其他的公司将继续做好工作并服务客户。这表明 OpenAI 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不认为自己已达到大而不能倒的程度。Altman 还提出，美国政府可以考虑建立并拥有自己的 AI 基础设施，就像建立战略国家储备一样，并且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计算能力。最后，他还回应了外界对于 OpenAI 巨大投资计划的担忧。他表示，公司在2025年度的年收入将超过200亿美元，并计划在2030年增长到数千亿美元的营收。在未来8年，OpenAI 已经和包括英伟达这样的芯片公司以及甲骨文等云计算企业签订了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的投资承诺。这绝对需要公司高速的营收增长来支撑。但 OpenAI 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充满了信心和决心。朋友们，听完了 Sam Altman 的表态，你对 OpenAI 的前景是更有信心了呢，还是更没有信心了？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查理。反正我是更没有信心了，因为就算 OpenAI somehow 在2030年营收达到上千亿美元，但是要在短短8年内履行高达1.4万亿美元的合同，这简直是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作为世界上市值排名第一的独角兽公司，OpenAI 拿什么来赚钱？它的商业模式如何？这张图展示了 OpenAI 的2大收入来源，主要通过企业级服务和消费者的订阅来赚钱。首先，OpenAI 面向广大软件开发者、企业级客户提供平台化的 API 服务接口，这些公司付给 OpenAI 相关费用，
这样他们可以直接将 OpenAI 的 LLM 大语言模型嵌入到他们自己的应用、产品和业务流程中，这也是 OpenAI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次，企业级用户订阅 ChatGPT Enterprise 版本，可以获得 ChatGPT 更高的速度、无限制的使用次数以及定制模型的工具。当然，OpenAI 收取的订阅费也会更加昂贵。此外，面向个人用户，你也可以付费订阅使用 ChatGPT Plus，得到更快的响应速度，优先访问新的功能和模型，包括 GPT-4o 以及使用 ChatGPT 的数据分析功能等。那微软作为 OpenAI 的主要投资者，它已经把 OpenAI 的底层模型集成到了微软的软件服务产品中，包括 Copilot 等，并作为 OpenAI 模型的主要云服务提供商。截止到2025年11月，OpenAI 公司的年收入预计超过20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55亿美元的年收入暴涨了263%。Sam Altman 对于公司长期的收入增长抱有极高的信心，他的目标是在2027年达到1000亿美元的年营收入。然而，我们都知道，开发 AI 大模型是非常烧钱的，你需要部署大量昂贵的 GPU，购买海量的云计算算力资源，消耗巨大的电力能源等等。尽管 OpenAI 的营收飙升，但由于其巨大的研发和运营成本开支，公司在2025年的上半年仍然有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亏损。那么，如果 OpenAI 在2027年或者2028年因为债务问题而导致资金链的断裂，有哪些和它深度绑定的科技公司会被影响到呢？这张图列出了截止到2025年11月中旬已经官宣的和 OpenAI 合作的大单。排在第一名的是云计算巨头甲骨文 Oracle 公司，它在9月中旬和 OpenAI 签署了一份总价值高达3000亿美元的算力采购协议。根据这份协议，从2026年到2030年，OpenAI 将向甲骨文每年支付高达600亿美元的费用，以此来使用其 OCI 云计算服务。那如果 OpenAI 没钱了，就意味着甲骨文将损失这600亿美元的年营收，占了其总体收入的20%到25%，非常的夸张。那目前 Oracle 的股价为239美元，如果 OpenAI 暴雷，CI 系统预测甲骨文公司的股价会因此至少蒸发12.8%的市值，Oracle 的股价会跌到208美元以下。投资朋友们要注意这个风险。排在第二名的是芯片龙头英伟达，它承诺向 OpenAI 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OpenAI 计划部署至少10亿瓦的 AI 数据中心，并且采用英伟达的系统。基础设施部署的第一阶段将在2026年下半年开始上线，会使用英伟达新一代的 Rubin 平台，这是 NVIDIA 最新的 AI 芯片和系统。这项协议有点特别，是一种循环结构。简单来说，英伟达承诺分阶段花1000亿美元购买 OpenAI 的股权，而 OpenAI 承诺将英伟达投入的这1000亿美元反过来向英伟达下巨额订单，订购英伟达的 AI 芯片 GPU 和相关的支持系统。那从英伟达公司的角度而言，确实有那么一点左手倒右手的味道在里面。本质上来讲，OpenAI 根本拿不出100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买英伟达昂贵的 GPU。黄仁勋这是在用自己兜里的钱砸出更漂亮的财报数字，从而刺激 NVIDIA 股价的上涨。CI 投资系统预测，如果 OpenAI 暴雷，英伟达会损失5%到10%的数据中心业务的营收，NVIDIA 的股价可能下跌4.2%。和大家想象中的不同，其实 OpenAI 并不会影响到英伟达的长期发展，因为股王英伟达的基本面非常强劲，而且它的大客户远不止 OpenAI 这一家。毕竟做 AI 相关的公司或多或少都要用到 NVIDIA 的芯片和软件系统。OpenAI 如果倒了，还有其他的公司填上空白，而且英伟达那1000亿美元的投资是分阶段逐步投入的，而不是一次性的给 OpenAI。所以查理不认为 NVIDIA 的投资者需要过分担心 OpenAI 暴雷对于股价的影响。排在第三的是软件龙头微软公司。自2019年以来，微软已经向 OpenAI 投入了超过130亿美元的投资。现在 OpenAI 的估值已经突破5000亿美元，而微软的投资也涨了10倍，
目前它所占的股权价值达到了1350亿美元。据报道，在 OpenAI 达到盈利上限之前，微软还将拿到 OpenAI 大约20%的利润。此外，OpenAI 还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向微软的 Azure 云服务购买2500亿美元的计算服务。那作为回报，微软则取消了作为 OpenAI 唯一算力提供商的优先拒绝权，这样就为 OpenAI 和亚马逊的 AWS、甲骨文的 OCI 等其他云计算厂商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微软拥有 OpenAI 模型和产品在自家软件系统中的知识产权，而这一权利已经延长到了2032年。CRI 系统预测，如果 OpenAI 崩盘了，其实对软件巨头微软的股价影响也比较有限，只有3.3%的跌幅。这是因为微软可以顺势接管 ChatGPT 的底层算法和 LLM 模型，实际上也不会影响到 Copilot 的应用。当然，这可能意味着微软必须自己开始在 ChatGPT 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和升级 OpenAI 的大模型。查理认为，以微软的技术储备和战略资源而言，这个难度其实不算大。毕竟，谷歌和 Meta 能够做好自己的 LLM，相信微软也可以做好，如果这是必须的话。好，接下来是大家非常喜爱的 AMD 公司，人称 Advanced Mani Devices。AMD 在今年10月初也和 OpenAI 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OpenAI 计划部署6吉瓦的 AMD GPU 算力基础设施，以支持其 AI 工作负载。那作为合作的一部分，AMD 将向 OpenAI 发行认股权证，允许 OpenAI 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以每股1美分的价格购买最多1.6亿股的 AMD 的股票，约占了 AMD 高达10%的股份。如果 OpenAI 将来爆雷，那么 AMD 的主要损失是高达180亿美元的营收收入。当然，这个损失的绝对值其实和英伟达的200亿美元差不多。然而，AMD 的赚钱能力要远弱于英伟达。在2025财年，AMD 的年营收只有296亿美元，而达子哥则高达1305亿美元，是 AMD 的4.5倍左右。换句话说，OpenAI 如果给不了钱，那么英伟达损失的只有5%到10%的营收，而 AMD 则会损失高达25%甚至30%以上的营收。目前，查理的 CRI 投资系统预测，OpenAI 的风险可能导致 AMD 的股价在现有的基础上下跌8%左右，确实需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潜在的风险。当然，AMD 的大客户远不止 OpenAI 这一家，还包括了微软、亚马逊、甲骨文、谷歌和 PC 制造商戴尔、惠普和联想，都是 AMD 的企业级客户。查理认为，虽然在短期内 OpenAI 的暴雷会让 AMD 股价大幅下跌，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AMD 还是会往上走，问题总体可控。接下来的两家巨头亚马逊和博通受到 OpenAI 的影响就非常小了。我们先来看看亚马逊和 OpenAI 的合作。在11月3日，两家公司达成了一项重要的战略合作协议。OpenAI 将在亚马逊的 AWS 云平台上运行其核心 AI 人工智能工作负载。双方签订了一份为期为7年、总价值达到了380亿美元的云计算算力采购协议。那如果 OpenAI 日后爆雷，对亚马逊的损失很小，只有大概50亿美元的营收收入的损失，占了 AWS 总收入的不到3%，风险完全可控。事实上，CRI 投资系统预测，如果 OpenAI 一旦失败，对于亚马逊的股价反而有刺激向上的作用，潜在的涨幅大概在5.6%左右。这是因为 OpenAI 和 ChatGPT 的最大竞争对手，除了谷歌的 Gemini 之外，就是 Anthropic 公司的 Cloud 模型。我们都知道，和微软对于 OpenAI 的投资很像，亚马逊已经向 Anthropic 投资了40亿美元，而 AWS 成为了 Anthropic 的主要云服务提供商。如果 ChatGPT 失败，那么 Anthropic 的市场份额会大幅增加，而 AWS 云平台的市场份额也可能持续上涨，从而利好 AMZN 股价的创高。哎，想不到吧？LLM 大语言模型领域也是竞争十分激烈的。一个对手的倒下，往往意味着他的竞争者将蚕食其留下的市场份额，有点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感觉。最后是博通公司，它和 OpenAI 也有多年期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目标是开发和部署定制化的 AI 加速器系统。目前两家公司没有公布合作的具体细节，但是
据知情人士透露，OpenAI 计划在博通的定制芯片和网络系统方面投入数百亿美元。这里查理做了一个估算，假设博通的初始协议金额为100亿美元，分5年来完成，那么如果 OpenAI 未来暴雷，会对博通公司的营收造成大概1%到2%的损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那查理的 AI 系统粗略的估算了一下，和 OpenAI 的合作如果无法实现，对于 AVGO 的股价只会带来不到2%的下跌，还不够博通日内的波动。AVGO 的投资者基本上不需要考虑 OpenAI 这个未知因素的影响。好，我们来小结一下，如果在接下来的2到3年内，OpenAI 因为高额的债务问题导致公司的资金链断裂，甚至需要重组清盘的话，和它相关的 AI 巨头中，我们最需要担心的是甲骨文 Oracle 的股价，因为 Oracle 这波冲上$300，靠的就是和 OpenAI 的大单刺激。如果这个大单没有了，那么 Oracle 的股价重新下探到$200及以下，也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对于其他的半导体芯片公司，像英伟达、博通和 AMD，可能就算 AMD 的影响会大一些，因为会造成20%以上的营收损失，那持有 AMD 股票的朋友们确实需要考虑一下这个潜在的风险。当然，AMD 公司本身的基本面很强劲，它的 CEO Lisa Su 在制定和执行公司战略层面一直都是极其优秀的存在，查理也不会过分担心。至于英伟达和博通，查理认为不需要考虑 OpenAI 的因素，因为他们公司的整体体量非常大，市值都在1.5万亿美元以上，损失了 OpenAI 的订单，他们完全可以从其他竞争者那里找回来，不需要担心。那对于微软而言，影响其实也非常有限，因为微软最初只投了130亿美元在 OpenAI 的股权中，而损失20到50亿美元的年营收，也不会对 Microsoft 的业务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最后，对于亚马逊而言，如果 OpenAI 倒了，那其实有利于它扶持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抢占市场份额，更有助于 AWS 业务的增速提升。对于 AMZN 股票其实是好消息。当然，查理目前也不认为 OpenAI 在2030年之前真的会因为高额债务的问题而暴雷，但是华尔街很可能拿这个 AI 暴雷的议题恶意打压或者做空相关 AI 股票的股价。作为散户投资者，我们需要特别小心，做好心理准备，控制好单一股票的持仓，把整体的仓位配置做好，避免因为一只股票的暴跌而影响到我们整体投资组合的表现。好，接下来我们逐一看看这几家科技巨头的股价走势和他们的 EPS 增速情况。首先是甲骨文公司，可以看到 Oracle 股票正在经历9月初跳空冲高之后的回落，而且现在它的股价还处在下行通道中，距离9月份的高点$345已经跌去了高达30%的市值。甲骨文的主要问题是它的本益比 PE ratio 高达55，一年的前瞻本益比也有33.8，都大幅高于标普500指数大概28的平均本益比，以及22左右的前瞻本益比。更为关键的是，Oracle 在2025和2026年的 EPS 增速只有15%左右，也就比美股大盘12%的平均增速强那么一丢丢。市场暂时给甲骨文高估值的原因，就是看好它和 OpenAI 的算力大单能够在2027年及以后为 Oracle 的 EPS 增速提供动能。目前市场还是预计 Oracle 的 EPS 在2027年能够加速到36%的高速增长状态。查理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现在还无法确定 OpenAI 和甲骨文签署的算力大单就真的能够实现，毕竟2027甚至2030还有点遥远。如果 OpenAI 到时候真的拿不出钱来，那么 Oracle 的远期增速就会大打折扣，而它的股价就有大幅下跌的风险。考虑到这些因素，查理在上周卖掉了 Oracle 所有的仓位，把获得的资金用来逢低买入 Meta、联合健康、UNH 和波音公司的股票。在这里也和朋友们汇报一下。当然，如果在接下来几周内 Oracle 的股价能够下跌到$195或者更低，那么它的本益比也会下降到45，前瞻本益比也会降低到28左右。查理认为，对于有兴趣的投资者，可能会是短期做个波段的入手价，但是长期来看，查理还需要对甲骨文的基本面做更全面的分析，才能确定他家到底还有多大的隐藏风险，还需要观察几个月的时间再看看。
目前我还是决定不碰 Oracle 的股票了，水太深了，把资金转换到了别的被低估的优质股票中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股王英伟达的走势。可以看到，从今年8月以来，NVIDIA 的股价其实一直处在高位横盘震荡的状态。虽然它在10月底冲高到了210美元以上，但是在最近2周，因为大盘一直在下跌，NVIDIA 的股价也回调到了190美元附近。毫无疑问，股王的 EPS 增速在25年和26年依旧非常强势，分别高达51%和47%。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了2027年，市场预计 NVIDIA 的 EPS 增速会大幅放缓，从40%以上下跌到23%。很明显，虽然英伟达的 GPU 销量依然很旺，但市场上出现了包括 AMD 和博通在内的众多竞争者，来抢这块 AI 芯片和数据中心领域的大蛋糕。更关键的是，我们很可能看到以微软、亚马逊和谷歌为首的云计算巨头，在接下来2年逐渐降低对 AI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 CapEx 资本投入，这绝对会导致 NVIDIA 股票的 EPS 增速比我们预期的还要下降的更快。查理的 CRI 系统建议，对于想要买入英伟达股票的朋友们，可以等到 NVIDIA 股价回调到180美元，甚至更低一些，再逢低建仓 NVIDIA。当然，如果 NVIDIA 在接下来的圣诞季一路冲高到210美元以上，那这波行情我们就买不到英伟达了。但是没关系啊，市场上还有很多其他优质的科技股，比如 Meta 和亚马逊，同样值得我们考虑。没必要现在太纠结错过英伟达，毕竟达子哥的高速暴涨期已经过去。它作为市值超过4.4万亿美元的超级巨头，股价想要再翻一倍，可能需要至少3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完全不需要 FOMO 着急买处在高位的巨头股，不然被套的滋味也不好受，是吧？好，聊完了美股 Number One 英伟达，我们再看看美股 Number Three 软件之王微软的股票。和英伟达有点类似，MSFT 也是在今年8月初抵达了历史高点536美元之后，持续高位横盘震荡的行情。熟悉微软股价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他家的走势基本上都是持续上涨几个月，把1年的涨幅透之后，横盘震荡大半年的时间，直到下一年开始再继续上涨几个月，然后接着高位震荡，非常的特别。他也认为，现在的微软仅仅横盘了3个多月的时间还不够久，在没有新的利好消息的刺激下，我们很可能需要等到2026年2月份到3月份，才可能看到 MSFT 的股价有新的上攻走势。当然，持有微软股票的好处是，它的波动比较小，更接近于指数 VO 或者 QQQ 的波动性，在美股巨头里面属于防御性拉满的投资。MSFT 在接下来2到3年内 EPS 的增速都相当的稳定，大概维持在17%，比标普500%12%的平均增速还是要高不少。当然，MSFT 的本益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维持在35甚至40，有一定的溢价，毕竟它的护城河太深，底蕴非常雄厚。CRI 系统对于微软的买点给在了485美元及以下，查理会持续关注 MSFT 的表现。看看到2026年春天有没有机会抄底他家的股票。那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磨，微软还处在休眠期，很考验投资者的耐心。接下来是 AMD，可以看到 AMD 的股价在过去1年已经暴涨了56%，比英伟达26%的年涨幅还要高不少。市场对于 AMD 的 EPS 增速保持相当乐观的预期。目前华尔街的分析师估计，AMD 在26年有高达64%的 EPS 增速，而到了2027年，它的 EPS 增速还能保持在50%，相当惊人。然而，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和 OpenAI 的合作占了 AMD 高达20%以上的营收增长。如果 OpenAI 在2026年和2027年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购买 AMD 的芯片和系统，那么他家的股价也会有大幅下跌的风险。毕竟，经过了25年的大涨，AMD 现在的本益比高达115，1年前瞻本益比也有42，本益比对营收增长的比值 PEG 更是高达6.4。这说明市场对于 AMD 的 EPS 增速要求非常高。查理已经在10月底把手中所有的 AMD 股票以210到240美元的价格逐步止盈卖掉了，锁定了超过30%的短期利润。如果 AMD 的股价下跌到225美元以下，
我可能会考虑小幅建仓 AMD 做短期套利交易。当然，查理做好了思想准备，就是在$200以上买 AMD 是有比较高的波动性的，因此我也会控制好 AMD 的股票仓位，把它尽量控制在10%以下，避免过高的风险。好，我们再看看亚马逊的情况，可以看到 AMZN 股票在10月底，公司公布很好的 Q3财报业绩之后，有右侧突破的走势。目前亚马逊的股价有小幅回撤到$245。然而，查理预计，随着美股大盘回调的结束，亚马逊很可能在接下来几周持续向上突破，股价在年底之前来到$280的上方。如果我们看 AMZN 的增速情况，会发现它在今年的 EPS 增长能够达到28%，非常厉害。到了明年，因为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亚马逊的 EPS 增速会下滑到10%，但是到了2027年，它的 EPS 增速又能达到20%以上。目前，亚马逊的本益比为34.5，PEG 只有1.2，和微软的情况很像。查理的 CRA 投资组合依然持有17%的 AMZN 股票，计划等到它的股价来到$280以上，再逐步卖掉部分的仓位，锁定收益。AI 系统建议，如果亚马逊股票下跌到$238以下，是可以考虑逢低买入的位置。最后是芯片巨头博通的股价走势，AVGO 的表现是美股巨头里最好的，过去一年有90%的惊人涨幅。当然，它的本益比高达89，前瞻本益比也有42。能够维持 AVGO 高估值的关键是它在接下来几年居然可以维持高达38%的年增速，非常的夸张。那如果 AVGO 股价跌到$327以下，可以考虑买博通。但是查理个人还是觉得 AVGO 股价有点贵，我暂时可能不会入手它的股票。当然，博通的定制芯片 ASIC 业务发展迅猛，它的 VMware 软件业务也做得相当好，是基本面很优秀的科技巨头，长期肯定还是看涨的。好，我们小结一下，在这6家 AI 相关的科技巨头中，查理最推荐买入的是亚马逊的股票，买点在$238及以下。微软、AMD 和英伟达的股票也可以等他们的股价有5%的回调之后，再考虑要不要逢低建仓买入。博通 AVGO 的股价一直维持在较高的位置，离查理的买点$327还有一些距离。CRI 暂时没有买入的计划。最后是甲骨文，它和 OpenAI 的合作占了营收收入的25%以上，风险性有点高。查理选择暂时避开甲骨文的股票，再观望几个月时间，看看 OpenAI 能否履行算力协议。如果一定要买甲骨文的话，我会等到它的股票回调到$195以下，有足够的安全边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抄底 ORCO 做短线套利交易。好，接下来是11月10日 CRI 投资系统的最新持仓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的价格波动等等，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配置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和上周一样，系统还是维持最大的进攻性，把93%的资金分配给美股指数或者有上涨动能的个股，把7%的资金分配给比特币 ETF、IBIT 或者 FBTC 上。目前，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以及标普500指数 ETF SPYM 都接近或者低于 CRI 系统给出的买点。投资朋友们可以考虑逢低买入指数 SPMO 和 SPYM。在个股方面，系统推荐了3只行业龙头的股票，分别是 Meta、波音和 UNH，买点也在绿色括号内标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此外，比特币的价格日前回到了103000美元，有兴趣投资的朋友也可以买入比特币 ETF、ABIT 或者 FBTC。查理认为，随着美国两党达成协议，联邦政府很可能在11月中下旬结束关门的状态，届时美联储银行账户上高达近1万亿美元的资金会逐步流向市场，改善美股的流动性。再加上就业市场的持续低迷，美联储大概率还是会在12月份降息25个基点，利好美股的反弹，走一个圣诞行情。作为个人投资者，我们现在只需要坐稳扶好，拿稳了手中的优质股票、指数和比特币，等着投资组合在2025年底有一个反弹的行情。至于2026年可能要来的美股熊市，我们暂时还不需要考虑那么远，
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也会在未来提前预警美股由牛转熊的趋势性变化。请朋友们订阅查理私募，别错过以后的更新。最后是 CR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我们在上周卖掉了全部的甲骨文的股票，把获得的资金用来逢低加仓了 Meta， 以及买入了联合健康 UNH、波音、沃尔玛、量子计算 ETF QTUM 以及 SoFi 的股票。那交易结束之后 ，CRI 投资组合的前5大持仓分别是 Meta、亚马逊、美图秀秀 Matthew、比特币 ETF IBIT 和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目前查理的策略还是持续持有 Meta、亚马逊和带2倍杠杆的 Meta ETF METU 的仓位，看好这2家科技巨头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表现。查理也会持续为朋友们带来 CRI 投资组合持仓的更新，请大家保持关注。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于 OpenAI 公司天量的债务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有什么看法？它的营收能够支撑得起1万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吗 ？OpenAI 会不会真的爆雷？哪些公司会被牵连？哪些企业反而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于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查理非常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祝您投资愉快，操盘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